大旱3年，颗粒无收，老天爷这是不让人活呀！都走快些，往南去，晚了就赶不上周府的周鹏了。不能走，走了，青牛村就真的没了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穷酸书生。就是，你自己都快饿死了，还拦着我们活命，读书读傻了吧？3年没下雨，神仙都种不出粮。此物名为红薯，耐旱高产，亩产可达3000斤，3月便可成熟，只要种下，够全村人吃1整年。胡说八道！这奇形怪状的东西谁见过？搞不好是妖物，吃了要死人的。依我看，一把火烧了，别连累全村。恩人，我来兑现承诺了。何人私藏奇异良种？所有不明良种全部充公！苏毅，县里早有令，凡异薯苗一律充公。这破红薯苗也敢号称亩产3000斤，全给老子抬走！这差役向来贪，怕不是想私吞？这是全村的活路，赵差役，你不能抢！活路，老子的活路，就是这种苗，给我搬！书生识相点，别找不痛快。赵差役，这种苗是青牛村的活路，你充公的名头，怕是遮不住私吞的心思吧？哪来的山野丫头，也敢管县衙的事儿？滚！去年秋收，你借着征粮的名头，私吞了青牛村30担糙米，转手卖给邻县粮商，得银12两。上月你又克扣赈灾粮，只给村里发了30%，这些账要不要我去县老爷面前一笔一笔算？你血口喷人，谁见了？粮商账册、村里老账都在我这儿。赵差役是要我现在喊人去取，还是你自己收手？算老子倒霉！走，头这种苗，走，还嫌不够丢人？这姑娘可太厉害了！是啊，赵差事总算栽了。多谢姑娘解围，敢问姑娘高姓大名，为何会帮我？我名灵一，就住在后山。3日前，你在后山救下的这只受伤白狐，正是我的伴儿。你救他一命，我来报你之恩。原来是你！这是我家祖传的农桑典籍，里面记着耐寒作物的种法、饮水的技巧。荒年求生，靠的是这个。多谢姑娘，有了这个，青牛村真的有救了。光有书不够，我会留下来教大家种粮、治水。荒年虽苦，只要肯做，总有活路。老爷，那苏毅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女人，把赵差役怼走了，还拿了本农书，听说要引水修渠。一个书生，一个山野丫头，也想翻了天。我看他们的水渠能不能修得起来。你今晚带2个人去苏毅选的水渠原址处，把地界的标记刨了，再偷偷挖断几处土堤，记住别让人看见，做得干净点。老爷放心，小的知道怎么做，保证让他们明天一早就傻眼。就说书生懂什么治水，这下好了，还没动工就黄了。昨儿刚钉的标记，一夜就被人刨了，摆明了是有人不想让咱们修渠啊！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苏大秀才不是要修渠引水吗？怎么连根桩子都看不住？我早就说过，种地治水是泥腿子的事儿，你一个读书识字的，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。张乡绅既然这么笃定我做不成，不如打个赌。好，痛快！你要是输了立刻滚，你要是赢了，
我捐100担赈灾粮给全村人分。一言为定。不用挖长渠，造2架水利桶车，就能把河水提上2丈高，顺着支渠流进田里。这是图纸，按图做，10日就能完工。劳烦李正安排20个青壮伐木凿木，10个壮工挖支渠，剩下的人备食料，各司其职，半月足够。这东西真能把水提上来？快点！老爷说了，全给他们砸断，明天让他们没法开工。放心，都砸烂了，他们就是神仙也拼不起来。1夜功夫，大半木料全被砸断了，这渠还怎么修？肯定是张祥森派人干的，也太缺德了！哎呀呀，怎么成这样了？我早就说过，修渠治水哪是书生能干的事儿？苏大才子呢？该不会是见势不妙，连夜跑了吧？没跑，断了也好，省得我们再拆。你说什么？哈哈哈哈！读书读疯了。正好按农书古法，把这些锻料改造成新式曲园梨。有这么神？1头牛能顶3头用，翻土又深又匀，开荒效率直接翻1倍。此梨省处理，深浅可调，正适合咱们开荒种红薯。我的天，真省劲儿，翻的还比旧梨深半寸，神了！这破木头改的梨比家里旧梨好用10倍。苏先生真有本事，我也来帮忙。老爷，不好了！苏毅把椴木料全改成了新梨，比旧梨好用10倍，村民们都抢着去帮忙了。什么？这都难不倒他？我就不信，治不了一个穷酸书生。都7天了，连个芽都没冒，我看这红果子根本就活不了。哎，我就说书生的话不能信，还亩产3000斤，能长出苗就不错了。哼，我当是什么神种，原来就是些烂在土里的废物。等再过几天，我看他苏毅还有什么话说。根已经扎稳了，就这2天。该出苗了。红薯本就先杀根后冒芽，再等1夜，明天就能见分晓。出苗了，真的出苗了！我的天，这才几天，怎么长得这么旺？苏先生，之前是俺有眼无珠，错怪你了。苏先生，俺家还有2亩荒地，能不能也跟着种这个红薯？俺不要工钱，管饭就行。是啊，苏先生，我们都跟着你干。既然大家都信得过苏先生，从今天起，全村荒地全开，全都种红薯。多谢各位乡亲信任。接下来按户分田，灵衣姑娘会教大家栽种的法子，咱们一起把荒地都种活。大伙儿都听苏先生的。老爷，红薯出苗了，长得比啥都旺，村民们都疯了，全要跟着苏毅干。一群没见识的泥腿子，长出点苗就当成宝了。去，给我到处散播消息，就说这红薯是妖物。看着鲜亮，实则有毒，吃了会上吐下泻，死人的。我倒要看看
谁敢吃这要命的东西？听说了吗？那红果子有毒，真的假的？吃了上吐下泻，严重的能死人。怪不得长得那么邪性，可不敢碰。本来还想跟着种，这谁敢拿命赌啊？我就说嘛，这来路不明的东西能种吗？此物违背农时，乃是触怒地气的凶物，中了它，全村都要跟着遭殃。趁早拔了毁了，免得连累咱们全村老小。对，毁了它，不能留。说的轻巧，你敢吃吗？有没有毒，试过就知道。真吃死了，可没人给你偿命。苏先生，别冲动啊！今日我苏毅第一个吃，若是有毒，我一人承担；若是无毒，还请各位乡亲别再信流言蜚语。香甜软糯，毫无异味。此物名为番薯，乃是寻常农家作物，性平养胃，饱腹感胜过糙米，绝非什么妖物。真甜，太好吃了，哪有什么毒啊？都是谣言，差点耽误了好东西。苏先生，我们都给你做好处。苏先生，不好了，又要征粮，县衙来人传信了，过2天又要来征粮，而且比往年多收30%。这木头架子真能把水提上来，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。哼，装神弄鬼罢了。等会儿水引不上来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开闸！水上来了，真的上来了！活了，天地活了！青牛村有救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张乡绅当日赌约半月饮水灌田，我做到了。按约定100担赈灾粮，还请乡绅如约捐出，分给全村百姓。你想让我捐粮？想让我捐粮？没那么容易。什么赌约？不过是几句玩笑话，也作数？我张某人的粮是那么好拿的？一个外来的穷书生也敢讹到我头上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张乡孙，这当日那么多人看着，多少意思意思？怎么，你也敢管我？玩笑。那万历23年，你侵占村西30亩公田，私吞3年田租，也是玩笑。你胡说，没有的事儿。田契存根、理政旧账，都在村里宗祠存档，要不要我请人取来当众对对？你敢！25年，你借着征粮的由头私吞20道赈灾粮，折算白银8两
27年，你修族谱摊派银两，中饱私囊12两。这些账桩桩有据，还要我继续念吗？你从哪儿弄来这些的？原来这是真的！我说当年赈灾粮怎么那么少？太缺德了！灾年还看老百姓的救命粮，捐粮必须捐粮！好，算你狠，100担粮我捐，咱们走着瞧。劳烦李正稍后带人去张府运粮，全部分给受灾的农户。苏先生，不好了！县太爷亲自来，县衙来人传话，县太爷后天亲自下乡，要查验红薯2种的真假。县太爷亲自来，这刚种下的红薯苗怕是保不住了。上次赵差一来就没少刁难咱们，好不容易长出点苗，要是真被收走，咱们今年又得挨饿了。唉，咱们老百姓人微言轻，哪里争得过官府啊？乡亲们，先别慌，县太爷这回亲自来看，指不定是件好事呢。苏先生，都火烧眉毛了，咋还能是好事？这苗要是真被收走，咱们全家老小可咋活呀？咱们主动去跟县衙谈合作，村里出手苗交农业，县衙派人手帮着开荒，等收了粮食，官府拿3成，咱们留7成，顺道还能向县衙讨一笔修山路的工钱。等路修通了，粮食就能直接卖到府城，大家伙不只能吃饱，还能挣着钱。还有这等好事？官府得了粮食和政绩，咱们得了地和活路，这可是双赢的好事。官府真能答应？话是这么说，可县太爷哪会听咱们一个村子的？何况之前还得罪了赵差役。苏先生这一去县衙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不能去啊，苏先生！道少爷说的话都没除去了。不能去啊，不要去啊！不能去啊，苏先生，太危险了！乡亲们放心，我只去讲道理，不会有事的。万事小心。苏先生，实在不行就回来呀！大胆苏毅，敢来县衙瞎忽悠！苏毅，你说能让官府多收粮，最好不是吹牛。大人，千亩荒地全种红薯，亩产3000斤，年收300万斤，官府分3成，90万斤，比全县全年征粮还多3成。种子农技村里出，官府只出人力开荒，稳赚不赔。修通去府城的路，粮货流通，商税至少涨2成。荒年安民，垦荒增粮，上报州府，必是头等政绩。倒真是利国为民的好事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首批200两粮款，50两公银，你先拿去用。谢大人，学生定不辜负所托。老爷，不好了！苏毅说服县太爷了，官府批了粮款，还要跟他合伙开荒种粮。什么？一个穷书生还能攀上县太爷？去，连夜找临县王粮商，就说我有笔大生意，我要让他的红薯1粒都卖不出去。日头正好，把树晒透了，好去炒。停驾！快停下！那通体雪白的，莫不是传说中的西域雪狐？小姐小心，野物怕伤着你。快去抱过来！这么有灵性的瑞兽，落在外面太可怜了。乖乖，尝一口呀。
这可是府里最好的桂花糕。还挺有脾气，不愧是瑞兽，就是有性子。没事，本小姐有的是耐心。苏毅，我的白狐不见了，方才晒书的功夫就没了踪影，怕是顺着新修的山路跑出去了。别急，它通人性，不会跑远。我陪你往县城方向找找。这位大姐，你有没有看到过一只通体白色的白狐？刚才看到柳家的马车过去了，小姐怀里抱着个白乎乎的小动物，不知是不是你的？我家小姐说了，此乃西域瑞兽，与我家小姐有缘。小姐愿出100两黄金买下它，邀2位进府详谈，另有重谢。这不是什么瑞兽，是我家里养的。100两黄金，我们进去谈谈。直说吧，这雪狐与我有缘，100两黄金我绝不亏待2位。你们若是嫌少，价钱还能再商量。它不是什么瑞兽，只是我家养的伴儿，我们不卖，只求姑娘归还。这是琉璃，怎么会这么通透，半点杂质都没有？这东西哪来的？我跑遍了府城的铺子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琉璃。山野小技，让姑娘见笑了。这是自家古法烧制，今日便以此为礼送与姑娘，只盼姑娘归还我的白狐。是我有眼无珠，平白抢了姑娘的爱宠，哪能再收你的礼？不过姑娘若肯让我代销这些琉璃，我保准在府城给你卖出天价。多谢。你看他，果然是认主的，是我唐突了。柳姑娘深明大义，多谢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临县闹大饥荒，成千上万的流民正往咱们这边涌过来，眼看就要到县城了。什么？不能开，一开咱们的粮就全被抢了，都得饿死。咱们自己都刚够吃，哪有余粮管外人？可都是苦命人啊！但开了门，咱们全村都得遭殃。开门，开仓放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堵得住门，堵不住人命。真把人逼急了，拆了寨门也要闯进来。先施粥稳住人心，再挑青壮开荒做工，按劳发粮。他们有活路，咱们有人手，两全其美。不要着急，慢点喝，还有别呛着。谢谢活菩萨。青壮愿意留下开荒做工的，每日2顿粥，完工发粮，多劳多得。愿意的到李正那儿登记。我有的是力气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走水了，粮仓走水了！天哪，那可是全村的救命粮啊！这沟什么时候挖的？从没见过啊！是你提前安排人挖的防火沟。粮仓存着全村的命，不得不防。好在火势没蔓延，储备粮只烧了小半。站住！火都灭了，二位怎么往暗处躲？我们就是路过。路过？怀里鼓鼓囊囊藏的什么？是张乡绅给了我们半袋粮，让我放烧粮仓，还说之后嫁祸给其他流民。又是张乡绅，为了一己私怨，连全村的救命粮都敢烧。深夜围在我家门口，你们想造反吗？张乡绅，这2人指认是你指使纵火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报官治罪，你免不了牢狱之灾。我给你一条路，捐300担粮食充公，全用于流民赈灾。此事我可以不再追究。好，我捐。劳烦李正稍后带人去张府运粮，全部分给受灾的农户。苏毅，咱们没完。经了这么多事儿，大伙儿心里都有数。苏先生是真心为咱们活命着想，往后开荒种粮，全听苏先生安排。
全听苏先生的。多谢诸位信任，从今日起，村西千亩荒地全开，全种红薯，能出力的出力，能做工的做工，多劳多得，管饱饭，咱们一起干，荒年也能熬出活路。苏先生，进度比预想快了1倍，流民弟兄们都肯卖力，照这速度，月底就能全种完。人心齐，泰山移，只要大伙一条心，就没有熬不过去的灾年。大人，前面就是青牛村，属下打听了，这村子灾年非但没逃荒，还开荒种粮，领头的是个叫苏毅的书生。哦，大旱之年竟能开荒扩种，有意思。走进村看看。大人，这便是青牛村了。属下原以为传闻有假，没想到灾年真能种出这么多庄稼。走了7、8个县，满目都是逃荒的流民，竟在这里状演一片生机，奇了！这薯苗长势，竟比湿地还旺，灾年能种出这般庄稼，此人确有本事。这位小哥，敢问这水车是何人所造？老夫走南闯北，从没见过提水这么高的木车。若是遇上枯水季，河水落了，这水车还能用吗？回先生，可沿河道分级筑坝拦水，再修3口蓄水塘存水，即便枯水季，也够灌1000亩地。统车可拆换轮斗，水大换大斗，水小换小斗，4季都能用。那这红苕亩产几何？旱到什么程度就扛不住了？属地亩产3000斤上下，深耕保湿，2个月无雨也能扛。防虫用草木灰拌种，再辅以苦参水喷射，便无大患。好一个深耕保赏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胆乡民，还不快行礼！这位是徽州府知府大人。草民叩见知府大人。大人，都起来吧。苏先生，本官今日微服私访，受益匪浅。你有真才实学，是百姓之福。苏先生，本官有意举荐你入府衙任职，专管泉州农耕劝农之事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多谢大人抬爱，只是学生才疏学浅，不堪府衙重任。哦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，你竟要推辞？读书是为了明理，明理是为了做事。学生坐在府衙里，不如守在田埂上，能让更多百姓吃饱饭。农技推广开，比我一人做官，用处更大。好一个明理做事！本官阅人无数，像你这样心存百姓的年轻人少见。传令下去，泉州各县都派农师来学红薯种植，学统车修筑，全府推广。苏先生，本官回去便上奏朝廷，你的本事不该埋没在乡野。多谢大人抬爱。停一下，这大旱之年哪来的成片庄稼？小姐，听说这青牛村出了个奇人，灾年还能开荒种粮。奇人，我倒要会一会。你看那人腰间的琉璃，通透度比府城最好的铺子还强。这村子不只有粮。小姐的意思是？去打听清楚主事的是谁，咱们登门谈笔生意。小姐，前面就是苏先生的住处了，咱们这般直接登门会不会太唐突？做生意讲究趁热打铁，唐突总比被同行抢了先好。在下江巧娘，江南做粮货与珍玩生意的，今日冒昧登门，是想跟2位谈笔长久合作。江姑娘请坐，不知是何合作？第一，你们富余的红薯薯干，我全量包销，运去府城江南售卖，价钱比当地粮商高2成。第二，领一姑娘的琉璃器物，我全权代售，铺进江南各大商号，利润7、3分，你们7我3，销路运路我全担。你们只管种，只管烧，货通出去，青牛村不只能活命，还能赚到真金白银。姑娘肯包销全部余粮。一个穷酸书生不思科口正道，
整日教人种地，做些旁门左道的奇巧物件，蛊惑乡民，简直是辱没圣贤。对，咱们联名上书县衙，让县令好好治治他，不能让他带坏了县里的读书风气。这是县学的张大儒啊，怎么来了？听说联名告了苏先生，怕是来兴师问罪的。苏毅，你可知罪？学生不知，还请先生明示。你不思科举正道，唱旁门左道之术，教人修水车、做琉璃，以奇迹云庙蛊惑乡民，败坏圣贤学风，此乃大罪。正是，读书人当以圣贤书为本，整日琢磨泥腿子的活将，成何体统？长此以往，县里子弟都去种地做工，谁还读圣贤书？诸位先生息怒，学生以为圣贤之道本在安民济民，并非只在书本里。明日我院中演一场改良皮影戏，讲的是古人士农兴邦的典故。诸位看完若还是觉得学生错了，学生任凭处置。好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若说不出个自丑寅卯，老夫定要秉之知府，治你个歪祸乡民之罪。老夫倒要看看什么旁门左道的戏耍，能讲出圣贤道理。开始吧。昔后继教民稼穑，拨百谷而万民安。礼兵凿犁堆，治水患而天府足。农桑兴则天下安，此乃古圣贤之道也。苏先生，后面呢？修葺安民之后又如何？还有没有别的圣贤劝农的典故？是啊，方才治水那段实在精妙，老夫之前糊涂了，原以为农桑是旁门左道，没想到古圣贤皆重于此，用皮影讲圣贤道理，深入浅出，妙啊！先生过奖了，耕读本是一体，圣贤之道本就该落在实处。苏先生年纪轻轻，竟有这般见识。用皮影演圣贤事，深入浅出，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是头一回见。是啊，方才礼兵治水那段，看得人胸中激荡。先生过誉，孔曰安民，孟曰保民。圣贤之道，从来都不是死读书本。苍兰实而知礼节，百姓先得吃饱饭，才能知礼仪，读诗书。耕是立身之本，读是明理之途。二者本为一体，何来高低贵贱、败坏学风之说？是老夫狭隘了，整日抱着章举死啃，反倒忘了圣贤教诲的本意。空谈义理救不了灾年的百姓，苏先生才是真懂圣贤之道。惭愧惭愧，我等昨日还上门问罪，真是汗颜。苏先生，老夫有个提议，咱们在村里办一所耕读学堂，我们几个老骨头教4书5经，你和灵一姑娘教农耕、算术，耕读并举，如何？我等愿免费授课，定把这耕读传家的道理传下去。故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有诸位先生相助，是青牛村百姓之幸。这是琉璃，怎么跟水晶似的，半点杂色都没有？从没见过这么透的琉璃，快进去看看。
这只琉璃簪子我要了，多少银子？夫人，这枚8两银子。我出10两，这只我要了。诸位别急，一件件来，都有份儿。首批20件琉璃，半日就售空了，均价6两银子一件，比咱们预想的翻了3倍。意料之中，这等品质的琉璃，整个江南都找不出第2家。府城首批琉璃售罄，价钱比预想的好。销路打开就好。古法配方与烧制火候是根本，务必严守，不可外泄。往后窑厂需加派人手看管。管事的，俺会烧窑，会看火，工钱随便给，管饭就行。这窑厂的活儿，得问过灵一姑娘。正好缺个打下手的，明日来上工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全是废的！老板，投进去的200两银子全打水漂了。亏了200两，足够他记疼了。短时间内不敢再打主意。古法工艺重在火候与配比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好消息，知府举荐咱们参加州府牧商大会，全府的商号官员都到场。州府大会，倒是个推开销路的好机会。今日耕读学堂开课，凡本村子弟不分贫富，一概免费入学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1亩地产3000斤红薯，5亩地能收多少？先数清算筹，再折算粮价。先生，我算出来了，15000斤。书本上的道理要懂，地里的活计也要会，耕读并举，才能立身明理。先生，那生了虫子怎么治呀？用草木灰拌苦参，明日咱们亲手配一回。什么耕读学堂？读书人带着孩子种地算账，简直不务正业，有辱斯文。就是，这般下去，读书人的脸面都丢尽了，我看长久不了。哼。
年年都是寻常物产，灾年之际，全无破局之法。这琉璃怎会透亮如水？我跑了半壁江南都没见过这等品质。这红皮块根是什么？从没在府城见过。回大人，此为番薯，湿地猛产3000斤，2月无雨仍可存活，一户种半亩，可抵半年口粮。此水利统车无需人畜驱动，一架可灌100亩田。好，耐旱高产，水利便民，还有这般精工器物，青牛村真是给了本府一个大惊喜。江掌柜，红薯干我先要10万斤，价钱好商量。苏先生，这统车图纸能借我们超速1份吗？我们现正愁灌溉的事。诸位别急，排好队，一个个来，都有份。诸位静一静，本官宣，青牛村为我徽州府农耕示范样板，拨官银500两，由苏毅主持，全府推农兴水利。大人英明，大人英明，大人英明，大人英明。苏先生，按这条线走，渠成之后，下游3个村的1000亩旱地全能交上。就按这条线打桩，开春前把主干渠修通，赶得上春播。站住！谁敢在我李家祖坟地界动土？李族长，这是官府定的水线路，是利民的好事。族长，主干渠修通，下游1000亩地旱涝保收，惠及的也包括李家子弟，是泽庇后世的好事。泽庇后世？动我李家祖坟，坏了风水，才是愧对列祖列宗。别说1000亩地，就是万两黄金，也休想动祖宗安息之地。对，祖坟动不得，谁动我们跟谁拼命。官府也不行，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。你回去告诉知州，想从这儿过，先从我老头子身上踏过去。族长息怒，谁敢动我李家祖坟一捧土，我就打断谁的腿。此事容我们在意。祖坟所在的土岗比主渠线高2尺，不必硬穿。顺着东侧缓沟绕半里，借坡式修一道分水涵，不仅不碰祖坟，还能顺势自流，浇灌坡下的族田。好主意，绕半里多灌200亩地，反倒比原线更划算。又来劝，老夫话说在前，祖宗安息之地，半步都不能让。族长误会了，学生改了渠线，今日请族长去看看，若是有半分不妥，学生即刻改道。哼！渠水从上游过来，顺着缓沟走，经分水涵分1半进族田，全程离祖坟还有30丈，半分惊扰都没有。下游的地能浇，族里的地也能浇，两全其美。不碰祖坟还能多浇地，竟有这等巧法。苏先生大才，是老夫狭隘了。往后修渠需要人手，我李氏全族听候调遣。族长深明大义，也是百姓之福。苏先生，下暴雨了，上游河水涨得快，咱们新修的渠段会不会？传令下去，加固渠堤，疏通泄洪口，正好验一验工程的成色。快，这边泄洪口快堵不住了！好。这雨势换往年，低洼地早淹透了，咱们又得拖家带口逃荒。别急，苏先生修的这套渠，说是能防涝蓄水，再看看。
主渠水位刚到警戒位，泄洪口全开。滞洪塘才蓄了3成，还能扛住。排水沟比田朗低2尺，积水排得快，不会涝。再盯半日，雨停就彻底稳了。真没眼，换往年这时候，水都没过腰了。何止没淹，你看那蓄水塘都蓄满了，往后再遇旱天也不怕了。苏先生这曲真是给咱们全村留了活路。苏先生真是咱们的活。诸位言重了，水利本就是防患于未然，靠的是大伙一起出力，不是什么神迹。青牛村的乡亲，救命啊！我们王家村的堤坝绝了，房子庄稼全淹了，求求你们帮帮忙啊！王家村决堤了。苏先生，咱们的存粮也才刚缓过来，这一抽，万一后续……唇齿相依，邻村没了，咱们也独善不了。拨30担红薯干，20名工匠，再带2车薯苗，即刻出发。积水排3天就能翻地，薯苗斜着栽，保上活得快，秋后还能收一季。谢谢青牛村的乡亲。苏先生大恩大德，王家村全族没齿难忘，这点心意务必收下。乡里乡亲本就该守望相助，救灾民、保烧城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听说没？那个苏先生不光自己村没受灾，还把王家村给救了。何止啊！听说他那红薯水车都是宝贝，连知府都对他另眼相看。真有这么神？你自个儿往青牛村走一趟，亲眼见见就晓得了。大人，朝廷特派的劝农使已经到了城外，点名要去青牛村看看农耕新法与水利公事。好啊，朝廷劝农使亲自下来，还特意点名青牛村，苏毅这是要扬名到御前了。大人，是否先派人去通传一声？不必，劝农使要微服查访，咱们只管带路便是。走了3省6州，满目都是逃荒流民、撂荒田地，竟在这里撞见一片生机，难得，实在难得。大人，这全是苏毅带着村民一点点修出来的。主干渠输水，支渠分灌田亩，泄洪道防涝，蓄水塘备旱，一套公式兼顾旱涝2季。好一个冠牌一体，这等巧思，便是将座间的老将师也未必想得周全。耕读并举，知行合一，这才是圣贤安民的本意，比那些整日谈章句的府君强过100倍。这把尺，姑娘贵姓？令尊是何人？小女子林毅，家父早已过世，先生认得这尺。前朝将座间农城灵公家传御册尺，掌天下农桑公事之法度。当年因构陷获罪，全族隐世，没想到竟在此处见到后人。当年令尊灵公官居将座间农臣，为官清正，只因不肯预报垦田数目，被人构陷，全族发配。后来听说引入民间，杳无音信。家父临终前只说，我们是种田人家，不必再提旧事。老夫奉旨南下，便是要寻访农艺良才。林姑娘家学渊源，老夫愿上奏朝廷，为令尊平反昭雪，也请姑娘入朝，主持天下农桑公事。多谢大人好意。
家父当年隐士，竟是不愿困在朝堂纷争里。林氏的手艺本就该落在田埂上、沟渠间，不是用来换官职的。好一个手艺落在田埂上！令尊若在天有灵，见你这般，定当欣慰。平反之后，你便是名正言顺的林氏传人了。我本来就是，在哪儿都是种田，在哪儿都是兴农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故将作奸农城灵公，为官清正，遭诬蒙冤。今平反昭雪，追还原职，归还旧宅典籍。其女灵言，承袭家学，有功于民，特赐农艺世家，匾额一方。朝廷圣明！朝廷圣明！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林家的名声回来了。伯父伯母在天有灵，定会安息。我就说林姑娘不是普通人，原来是忠良之后，难怪有这么大本事。林姑娘好人有好报，这下可好了。多谢诸位乡亲，林氏的手艺本就是为百姓种田的，往后还是跟从前一样。好啊，这么大的喜事儿也不捎信给我，怕我蹭饭是吧？江掌柜消息灵通，我们刚接了旨，你就到了。如今你家世清白，又有朝廷赐的匾额，正是做大的好时机。咱们合伙开个商号，我管销路，你们管出产，把生意从府城做到江南，再做到全国去。苏记商号今日开张，头3天全场9折，买2种送种植手册，买琉璃送锦盒。这红薯种真的亩产3000斤，给我来500斤。海奥庆，诸位别急，排好队，一个个来，都有货。这只琉璃簪子我要了，再拿2对耳坠。好嘞，客官您拿好。首日营业额比预想的翻了1倍，照这势头，3个月就能回本，半年就能在林府开分号。销路打开是好事，只是货源要跟上。村里的窑厂和农具厂得再扩人手。我回去再挑一批学徒，琉璃和农具的手艺都得传下去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咱们运往临县的第1批货，在黑风岭被山匪劫了。什么？赶车的弟兄都被打伤了，满车的琉璃和良种全被抢了。黑风寨的匪寇，居然抢到我头上来了！大胆！黑风寨占着天险，易守难攻，官府派兵剿了3次，每次都损兵折将，连根毛都没捞到。大人，那山寨建在悬崖顶上，只有一条窄路能上去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实在是难打。大人，
这黑风寨再不除，整条商路都得断。我们苏记刚开张就被劫了一车祸，长此以往，府城的商贸全得毁了。江掌柜的难处本官知道，只是实在是无兵可派，无计可施啊。要不跟掌柜的说说，先别走那条路了，太危险了。大人，这黑风寨再不除，整条商路都得断。江掌柜的难处本官知道。黑风寨占着天险，硬攻肯定不行。但占山为王，总得吃饭穿衣。山下的商路断了，他们靠什么活？靠抢，抢商。什么人敢闯黑风寨，活腻歪了？在下苏毅，青牛村人士，求见贵寨大当家，有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，想跟大当家谈谈。哼，你就是苏毅，劫了你的货，你不找官府告状，反倒自己送上门来，不怕老子一刀砍了你？大当家要砍，在下也走不到这里。今日来，不是为了那车祸，是为了山寨几百号兄弟的活路。占山为王，看似逍遥，实则朝不保夕。官府年年缴，商路越来越少，抢来的东西坐吃山空。真等朝廷派大军来，山寨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。下山就不一样了，每人分田地，发粮种，交农技，春种秋收，安稳过日子。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不比在山上提心吊胆强。放屁！老子占山为王，逍遥自在，用得着你个酸书生来教老子怎么活？来人，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给我关起来，饿他3天，看他还敢不敢胡说八道！差不多了。按计划来，先摸掉岗哨，放烟雾，别伤人命。林姑娘放心，都练过了，准头足着呢。上。呀！别动，缴械不杀。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上来的？我们是来接苏先生的。大当家，山寨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放下刀，咱们好好谈。我是来谈活路的，不是来结仇的。愿意留下的分田地农地，交农技；愿意走的发路费，绝不追究。老子认栽，你说的话算数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要斜着插，薯苗要斜着插，埋寸深，浇透水，成活路才高。娘的，以前只知道抢粮，没想到自己种出来的粮食，看着都像。苏先生，我以前打家劫舍，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这么信得过我们，就不怕我们再反水？谁没个走投无路的时候？能放下屠刀，踏实种技就是好人。再说，谁愿意过刀头舔血的日子？我周虎这条命以后就卖给种钱了，绝不再干打家劫舍的勾当。本官缴了3年的匪患，你3个月就给解决了，不是靠杀，
是靠活路，高，实在是高。他们大多是活不下去的流民，有活路自然就不当匪了。苏毅，你不仅兴农力满，还不动刀兵就根除了匪患，这是大功一件。本官这就上奏朝廷，为你请功。大人过誉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便是最大的功劳。票号？什么是票号？听说把银子存进去，换一张纸票，到别的府城的苏记票号，就能再换成银子。真的假的？一张纸能当银子使？今日的流水，倒是比预想的要好上3成。这繁华世间，终究是扰人清静。苏记一个卖粮卖琉璃的，居然敢开什么票号？这是要抢咱们的饭碗！就是什么异地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真让他做成了，咱们的生意还怎么做？诸位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得想个法子把苏记票号给我挤垮了。这是不起了。诸位，这出好戏该开场了。他苏记不是讲信用吗？咱们就凑一笔银子，集中去他票号存银，等他把银子都放出去了，咱们在同一天集中去兑银，他拿不出那么多现银，信用一崩，票号就完了。好主意，几队风哨一起，看他苏记怎么收场。这怎么一肚子火？狼狈是个罪啊！又开始上台了。诸位别急，一个个来，都能对。苏记票号现银充足，童叟无缺。这么多银子，看来谣言是假的。我看也是，沈家根本不缺银子。钱老板那点伎俩也敢拿出来现眼，咱们提前备了3倍的现银，他有多少银子来兑，咱们都接得住。挤兑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信用崩了。只要银子够，谣言不攻自破。经这么一闹，全府城都知道苏记票号银子足，信用好，反倒免费打了广告。钱老板，这就走了，账还没算呢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昨天那么多人兑银都兑出来了，苏记靠谱，我这2000两存了。就是，以后走商带银票，方便又安全，谁还带银子？诸位排好队，存银免手无息费，还送精美票夹。苏记票号竟有如此财力与格局，如今民力分散，若收归官办，集中调度，方能解此困局。劝农时所言虽有理，但骤然改制，恐生民怨。什么？收归官办？我们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票号，朝廷一句话就要拿走，凭什么？巧娘，别急，官办有官办的好处，也有坏处，咱们未必不能谈。你是说折中？官民合办，朝廷出背书，给政策，各地官府配合，我们出运营，出人手，出经验，收益按比例分。朝廷那部分专项用于兴修水利，劝农兴桑。这样一来，朝廷得了利，得了名，还能推动农桑。我们出运营，我们有了官方背书，票号能更快铺到全国，商路更稳，双赢。好一个官民合办，既解了朝廷的顾虑，又不损民间的积极性，还能把收益用在农桑上，一举3得。苏毅啊苏毅，你这脑子真是天生做事的料。本官这就上奏朝廷，保准能成。多谢大人成全。报！北方边地告急，
藩邦范境粮草短缺，朝廷800里加急，急调苏毅督办军粮。苏先生，按您的法子，沿路票号都提前备好了粮草和驿站，咱们一天能走120里，比官运快了1倍都不止。粮草是军中命脉，慢一天就多死人，能快1分是1分。多少天？27天。将军，是运粮队，真的是运粮队，粮草到了。苏毅就是那个兴农修渠还平了匪患的苏毅，正是他。将军，要不要见见这位良神？见，哈哈哈哈哈！当然要见，我倒要看是怎样的奇人能把运粮这种难事做得这般漂亮。终于有粮了，咱们不用挨饿了。听说这次送粮的是个民间的书生，叫什么苏毅，真是神人啊！以往3个月才能到的粮，他不到1个月就送来了。苏先生，久仰大名。我原以为能想出这般运粮妙计的，定是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不曾想竟是如此年轻的才俊。将军谬赞，不过是些许粗浅办法，不值一提。还请先生跟我到府里一叙。边关驻军3分守，7分屯，守兵轮值屯田，既省了运粮的耗费，又记了边防，一举两得。妙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屯田之法，古已有之，可没人像你算的这么细，这么透。农耕与兵事本就是相通的，都是谋定而后动，算清了粮草人力，就没有打不赢的仗。苏先生，你是个有真本事的人，这碗酒赵某敬你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便是兄弟。能与将军结交，亦是苏某的荣幸。干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苏先生，江南急信，李姨姑娘差人送过来的。虫灾，大面积虫灾！备马，我要连夜赶回江南。苏先生，一路多保重。多谢将军，后会有期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一季的庄稼全被虫子啃光了！老天爷啊，这是要绝我们的活路啊！你可算回来了，是飞黄，3天前从临县飞过来的，已经啃了3个村的地了。来得及，按农桑药术里的方子，枯参加柏木、草木灰，熬水喷湿，再配合深耕翻土，把虫卵翻出来晒死。深耕要翻到5寸深，把虫卵翻到太阳上底下晒死。叶子正反面都要撒到，田莽的杂草也别放过。死了，虫子都死了，庄稼保住了，咱们的庄稼保住了。苏先生真是活菩萨！苏圣人，多谢苏圣人救命之恩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不是什么圣人，就是个懂点农技的读书人。法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功劳是大伙儿一起干出来的。快起来！住手！这是做什么？苏先生，您救了咱们全村上下，大伙儿心里感念您的恩德，特意做了块匾额，永世记着您的恩情，万万不可！我不过是尽微薄之力，大家不必如此。诸位乡亲，治虫的方子是古农书里记载的，修渠种粮是灵医姑娘家传的手艺，干活出力的是咱全村的百姓们。我苏毅不过是读了几本书，把老祖宗的法子整理出来罢了，功劳是大家的，是农书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真要立祠，就立耕读祠，供的是古圣贤农，是写书的老祖宗，是咱们世世代代种田的先人。记住，靠人不如靠己，靠神不如靠技，把农技学好了，比拜什么神都管用。苏先生说的对，是我们糊涂了，耕读传家，凭双手踏实过日子才是正理。对，耕读传家靠自己。圣旨到，苏毅接旨。奉天承运，
皇帝诏曰：苏邑兴农乡修水利平匪患救灾民，有功于社稷，有恩于百姓。特封苏邑为江南劝农主事，总理江南10府农桑水利事务，钦此。3年时间，苏邑走遍江南10府，兴修水利300余处，推广高产作物1000万亩，开办耕读学堂200余所。江南之地，再无饥馑。苏冀的商路已经铺到了10府每一个县，良种、农具、琉璃走得比官府的文书还快。农技队已经培训了500多个农师，每个县都有了自己的农技人。好，有了人，有了路，有了地，江南就稳了。还记得当年在青牛村，你说要让全村人吃饱饭，那时候哪敢想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以后呢？还想做什么？以后啊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就够了。报，大人，不好了！边关告急，关隘已被攻破，番邦10万部众破关南下，长驱直入。什么？番邦骑兵来得快，不出半个月就能打到徽州府。徽州府是江南门户，一旦破了，整个江南都完了。传令下去，所有农师、工匠、壮丁，全部集结，咱们守城。完了，就咱们这3000老弱残兵，怎么挡得住10万番邦骑兵？听说番邦人都是吃人的，破了城，咱们全得死。要不逃吧？逃吧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投降吧！番邦人要的是粮食，给他们就是了，保命要紧。都住口！朝廷命官，焉能弃城而逃？诸位，慌什么？苏主事，番邦10万大军就要到了，咱们是不是先撤到江南去？撤？往哪儿撤？徽州是江南门户，徽州一破，整个江南都要遭殃。我不走，这城我守。苏主事，这事儿关系着全城人的安危，你真有把握吗？有，咱们粮够吃，城够稳，百姓心也齐，还有他们没有的工事和器械，只要大伙儿拧成一股绳，就一定能护住咱们的家。好，我信你，全城上下都听你安排。城东的木料运去北门，桐油要熬到冒泡才能用。苏主事，您说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对，我们听您的。弩臂再抬高2寸，射程能远30步。投石机的配重再加点，石头能砸得更远。林姑娘，这连弩一次能发10支箭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等会儿试给你看。信号塔每5里1座。敌军到哪儿了？有多少人？咱们提前半个时辰就能知道。苏主事，您这法子比探马还快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先摸清楚他们的底细，咱们才能对症下药。我的天！一次10支箭还射这么远，有这宝贝，还怕什么番邦骑兵？这连弩，咱们城墙上装了100架，一轮齐射就是1000支箭。苏主事，他们来了！传令下去，各就各位。记住，咱们有城有弩有百姓，他们远道而来是疲惫之师，咱们以逸待劳，赢定了。拿下这座城池，夺取城内粮草物资，尽数归我们所有。冲啊！发射弓弩，准备御敌。
一群无用之人，区一座小城，竟都无法顺利逼近。大汗，城头器械威力极强，弓弩可连发多支，射程远超寻常兵器，巨石更是难以抵挡。不必多言，传令全军一同推进。我倒要看看10万将士无法攻克一座小城。全军同心协力，一举拿下城池。全军出击，踏平惠州城！交通油，放箭！苏主事，我们又一次抗住了攻击。他们现在撤了，我们还需要想一些别的办法。番邦人刚打了败仗，又要准备明天总攻，今夜必然松懈。他们的粮草营在西边，离主营有3里地，防备最弱。带上进了桐油的干草和火箭，不用多，烧了粮仓就撤，别恋战。你们带50人，从西边的暗道出去，绕到地后，速战速决。是。粮草营走水了！怎么回事？大汗，是有人夜袭，粮草全烧了！废物，全是废物！我乃大金国使臣，特来见你们的主事，让你们苏主事出来迎接。跟我来。苏主事，我们大汗说了，只要你们开城，奉上所有粮草财宝，便能保全城中百姓性命。如若不然，等我们破了城，鸡犬不留。使者远道而来，先喝杯酒压压惊。说到破城，我倒是想问问，你们的粮草还够吃几天？昨夜那把火烧得挺旺吧？还有，你们后路的补给线是不是也被我们的人劫了？10万大军没粮没后援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撑几天。你胡说！我们粮草充足，后路稳固。哦，是吗？那使者急什么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们的援军也快到了，到时候内外夹击，你们怕是无处可逃。告辞。苏主事，好消息！赵将军率5000边军星夜兼程，已经到了30里外，明日午时就能到。哈哈哈！好，告诉赵将军，我们在城里等他。开城门，迎援军！管元烈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，饶你不死！我大金勇士，宁死不降！你身后的将士也想跟着你走到这一步吗？
我严严烈愿降，只求苏先生、赵将军保全我的士兵，他们都是爹娘养的。你放心，我们善待归顺之人。苏主事，我等败军之将，但凭处置，只求给条活路。活路，当然有。真的？打仗，对谁都没好处。你们缺粮食，缺布匹，我们缺马匹，缺皮毛，缺矿产。不如开放边境互市，你们用畜牧、矿产换我们的粮食，粮食、布匹、农具，公平交易，互通有无。这样一来，两边的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，何必打打杀杀？苏主事，您真是菩萨心肠，我完颜烈服了，彻底服了。我回去之后，一定说服大汗开放互市，岁岁通好，永守边安。这皮毛不错，多少钱？一枚苍角。 3斗麦子，再送你2块狂石，成交，以后常来啊！苏毅接诏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毅守土有功，安民有策，通商有谋，才堪大用。特诏苏毅即刻入朝，范为右相，总理天下农桑、工商、水利事务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真的要辞？右相之位，多少人求之不得。这天下，总有人要去做些不求回报的事。宰相坐在朝堂里，哪有在地方做事踏实？我这人坐不住衙门，就爱往田埂上跑。让我管天下农桑，不如让我扎在田里，实实在在多打几担粮食。再说，江南的事还没做完，还有好多荒地要开，好多水利要修，好多百姓还等着学农技。比起当宰相，我更想当个劝农主事，走遍天下，把农技传到每一个角落。不恋权位，心系民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国事啊！传朕旨意，苏毅辞相之事准了。另外，赐盛世农盛匾额1方，另赐黄金1000两、良田1000亩，以彰其功。还是家里舒服。你呀，天生就是种田的命。种田有什么不好？看着庄稼从土里长出来，比什么都踏实。好啊，
你们两个倒好，躲在这里享清福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外面跑商路。江大掌柜回来了，快进来坐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商路已经开到西域了，再往西就是番邦外国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还记得我第一次来青牛村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山，村民都快跑光了。现在倒好，千亩良田，商号遍地，学堂处处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是啊，当年一袋红薯种，一本残卷，一只白狐，谁能想到能走到今天这步？说起来，还要多谢那只白狐，不是它，我也遇不到灵牛，也不会有后来的一切。还记得当年你站在村口拦着村民逃荒，说什么亩产3000斤，全村人都把你当疯子。对了，我这次回来给你们带了好东西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从各地搜罗来的西汉种子，这个是西域的胡麻，那个是南阳的漳州稻，种下去，收成定然不差。咱们明天就开块试验田，试试这些新种子。要是能成，咱们的粮食产量又能上一个台阶。玉米种深一点，土豆要起笼，花生要杀土地。土壤湿度也得控制好，海外的气候跟咱们不一样，得慢慢驯化。我记下来了，等出苗了，我再去跟海上换更多种子来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这玉米的产量比麦子高多了。土豆也不错，亩产高还顶饱，灾年的时候能救不少人命。好，明天就把农机队的人叫来，教他们种，尽快推广到全国去。10年时间，玉米、土豆、花生等海外新作物在大梁王朝遍地开花。粮食产量再增3成，天下再无饥馑之忧。一转眼，20年了。是啊，一晃眼20年了，能踏踏实实做点事儿，真好。看着乡亲们都能过上安稳日子，这20年，再苦也值了。20年后，大梁王朝天下太平。粮仓充盈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再无饥枕之忧。话说当年荒年，苏圣人救下一只白狐，得遇灵衣姑娘，从此兴农桑，修水利，通商路，平匪患，守边城，
硬生生把一片荒山种成了盛世良场。苏圣人真是活菩萨呀！太子，你要记住，天下之本在民，民之本在农。苏毅先生一生不做官，不练拳，只守着田场做事，却让天下人都吃饱了饭，这才是真正的国事。儿臣谨记。回来了。是啊，回来了，还是这里好，还是老样子。村民们常来打扫。好，往后咱们就在这儿养老，哪儿也不去了。今早的露水重，红薯苗长得正好。洗洗手，吃饭吧。粥熬好了。好。这红薯还是当年咱们种的那个品种，味道一点没变。品种没变，人也没变。是啊，都没变。这些经验都得写下来，以后的人能少走点弯路。我帮你一起写。书名就叫《齐民要术补益》吧，补前人之不足，惠后世之农人。苏毅、灵犀，我来了。巧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告老还乡了，商路都交给徒弟们了，我也该歇歇了。我在隔壁村子买了个院子，以后咱们天天见面。以后啊，咱们3个天天一起喝茶、种田、写书，就跟当年一样。好啊。求之不得。这辈子值了。想当年，我还是个走南闯北的小商人，哪想到能有今天。商路开到西域，票号开遍天下，还交了你们2个知己。我也值了，当年穷得叮当响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只想着能活下去就行。没想到能让天下人都吃饱饭，能有你们陪着，这辈子没白活。我也是。还记得当年你独闯黑风寨，把我吓得半死，我还以为你要被山匪杀了呢。我那是有把握。再说，不是还有灵一在外面接应吗？你呀，从来都是胆子大。苏先生、灵一先生、江先生，学堂的先生说今天请苏先生去给我们讲圣贤书。对，我们都想听苏先生讲故事。好啊，等我穿件衣服就去。
真好，后继有人了。这是曲园梨，比普通梨省力1半，是当年苏先生改良的。苏先生好厉害！你们好好学，以后会比苏先生更厉害。苏毅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常总有点累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苏先生年纪大了，油尽灯枯，准备后事吧。我知道了，有劳大夫。你看，天亮了，你放心去吧。我会守着这里，守着咱们的田，咱们的学堂。苏圣人，您走好！谢谢你，让我们吃饭。大梁史苏毅传，苏毅字子安，徽州青牛村人，少孤贫，好读书。玉皇年救白狐，德龄侍女相助，兴农桑，修水利，通商路，平匪患，守边城，开户市。一生不恋权位，心系民生，所到之处，百姓安乐，粮仓充盈，民感其恩，称曰农圣。当年啊，苏圣人就是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株红薯。话说当年，苏圣人独闯匪窝，凭3寸不烂之舌，说服了山匪归降。那只白狐的后代还在青牛村的小院里嬉戏，风吹过万亩良田，麦浪沙沙作响，像是在诉说着那段荒年祝盛世的传奇。盛世长安，百姓安乐，便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